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带来台由宗盛旗下森蓝电摩推出的森蓝 ERT3，它是我身边这台 RT3 燃油版的兄弟车型，目前售价3万。首先感谢呼和浩特森蓝电摩马总提供车辆支持。另外说到纯电踏板，或者说比普通电动车性能更好的电摩踏板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骑。在此之前，我和所有人一样，认为骑摩托或者玩摩托，玩的就是发动机，玩的就是机械，玩的就是声浪，玩的就是随着油门和档位的增加那种急速拉断油的感觉。而电摩虽然电机也有声音，但是始终没有内燃机那种刺激的声音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依旧这样认为。但是电摩带给你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它不像发动机一样需要做工排气，它是瞬间扭矩爆发，所以在加速和舒适度这一点，电摩还是有一定优势。主要是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它没有震动，没有发动机的轰鸣，更多的是一种无声的刺激。而且现在电驱动也是一种趋势，你看杜卡迪、本田、凯越、哈雷等等都在搞电摩，汽车更不用说。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未来。不过他们有的，我们肯定也得有，也只有知道什么是错的，才能找到对的。所以电机、电池、发动机、氢能源，哪怕核动力，国内厂家就应该放开搞。就是我们可以不支持，但是不要看不起，也不要没骑过再到处诋毁。假设这些厂家什么都不研发，那么20年后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，还是像今天一样什么都被卡着脖子。因为发展总是需要过程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武器再差也在保护我们安全。小米家步枪再不先进，它也开拓了新中国。什么东西都需要慢慢来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以上话题和今天的内容没有关系，有点跑题。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聊车。先从外观开始，其实它的整体外观、车架都与燃油版 RT3 一样。只是把原先的发动机改成了中置电机，使用了双铝合金后摇臂，再就是 UI 的设计与 RT3 有区别，至于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。虽然都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简单聊一下细节。首先，这个前挡风高度没有问题，整体也是一个弧形设计，正常骑行，风从头盔上面吹过，不至于吹脸。但是个子高的摩友可能需要后期改装。不过有一点我不喜欢，就是这个前挡风在走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，它的震动非常厉害，原因就是它没有直接固定，中间有缓冲机构。另外，这个前挡风会出现形变和幻彩，这个问题 RT3 也一样。灯光的话，它默认是全部关闭，没有日间行车灯，但是你可以手动打开日间行车灯、近光灯和远光灯，转向和车壳是一体的，都是 LED 灯光，夜间照明情况在街区行驶够用。如果你经常走没有路灯的夜路，建议改装一下灯光。且刹车系统用的是单向双活塞卡钳，博士 ABS 单浮动碟盘，且不可调正至减震。这个前减震器的调教整体偏软，属于压缩快、回弹慢，导致的结果就是街区骑行很舒服，弯道的支撑力也够，普通路面的起伏也不会跳动。但是在连续密集的起伏路段，会因为回弹的速度赶不上压缩的速度，导致跳动。这个问题是国产减震器普遍的问题，和这辆车没关系。因为一副好的减震器比这个车贵，整体前后刹车的手感，我们以同样的力道捏前后刹车，它的制动分配比例是前40后60，属于中等水平。ABS 介入靠后，在整体刹车的3/4处。总的来说，它的调教属于舒适型，不会有别扭的手感。轮毂是和 RT3 一样的铝制轮毂，轮胎是腾森高抓 TS689 街道胎。这副轮胎的侧重点是操控和舒适性。抓地力和循迹性在这个价位的轮胎里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雨天的排水性一般。另外，这个气门嘴里集成了胎压监测和轮胎温度感应模块，可以在仪表上面查看和设置底支脚踏的长度和宽度，以及前支脚踏的长度和宽度。以我的身高1.76米，可以很舒服的伸直双腿。关于这一点，比大多数踏板骑着舒服，因为很多的踏板以我的身高或者比我再高的摩友，如果前置踏板距离太近，骑着腿伸不直。关于驾驶舒适度这一点，RT3和 ERT3 做的还是很不错。至于全车的覆盖件、漆水、接缝、材质总体不错，但是质感和颜色搭配方面，宗盛的水平一直有待提高。坐垫的长度、宽度、舒适度总体在一个常规水平。铁窗物没有 RT2 那么厚实，不过实际坐感不会感觉硬。侧别称带有感应器，打下侧别称之后，给油车辆不会向前走，类似于燃油摩托的侧别称熄火。骑车大架的踩感，女性同胞可能会有压力。这一块的改变最大，它把原先发动机的位置替换成了中置电机 ，CVT 传动机构拿掉之后，用了一个整体铝合金压住后摇臂，然后电机的动力使用皮带传动到后轮，皮带用的是盖兹品牌，中置电机用的是全顺额定8000瓦电机，峰值17千瓦。电机峰值扭矩110牛米，峰值转速8000转。假如速比有 4.8， 那么到达轮上的扭矩就是它宣传的530牛米。当然，这个速比是我的猜测，因为厂家并没有公布。具体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现在的峰值转速大约是5000转，实际你能感受到的扭矩大约40牛米左右。
限制的这么厉害，可能是因为要合法上牌的缘故，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。理论上，这个电机可以实现的扭矩远不止40牛米。后减震器用的是一个可调的液压阻尼弹簧减震器，后避震我实际感受比前避震硬一些，但是调教的舒适度和弯道支撑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压缩和回弹都适中，属于这个级别正常水平。总体我认为在 RT3 之上。然后无钥匙向右拧，全车通电，仪表亮起。仪表是一块 TFT 液晶屏幕，仪表设置都在车把。左侧车把按键分别为倒车档、定速巡航、仪表界面切换键。它有3种不同的仪表显示风格，你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调整。下面是菜单选择键，可以设置基本参数，比如手机互联、显示模式等等，也可以查看车辆状态、胎压和温度。总体来说，操作并不算简洁方便。然后是远光灯、转向灯和喇叭。右边车把分别是驻车档、大灯开关，最下面是模式选择键，最上面红色的是双闪开关。整体按键手感材质和 RT3 一样，只是换了一种颜色。右边车把下面是储物箱，里面有车载充电接口和手机 USB 充电口。因为是内置充电器，所以充电线只是一个取电作用。它的普通充电时间6到8个小时，充电的时候仪表会一直亮起，直到电量充到100%才会自动熄灭。然后这个储物箱可以勉强放下一个手机，我更多的时候是放感应钥匙。无钥匙向左拧，打开左侧储物箱，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快充接口，但是我没有快充线，如果有的话，据说3到4个小时就能充满。但是这个快充接口和汽车充电桩不匹配，需要额外的转接头。中间这个需要钥匙打开的储物箱，它的功能只有一个，就是拉这个线可以打开坐垫盖，以便不时之需。正常是通电之后，按这个 Set 键就可以打开坐垫盖，开启的角度大约有70度，使用阻尼线位。座筒内有原车工具包和附赠的座筒垫，也有按压式的 LED 座筒灯。前面这个是车辆大加号的位置。拿开座筒垫之后，这些裸露的电池是我拆开的，方便大家更好的看到布局。首先最前面这个是它的控制器，中间这个是电池的一部分，最后面的是12伏5安时的启动电源，它的电池容量72伏96安时，用的是高密度3元锂电。它的全车电池呈倒 L 型摆放，从我手指的位置到脚踏都是电池。这种倒 L 型电池布局反倒提升了这台电摩的操控感。如果电池没有延伸到座筒内，全部都放到脚踏的位置，那么这台车的操控不会有现在这么好。尤其弯道的时候，是一定会出现长方形电池不同车压弯，并有强制回正和压手把的感觉。然后大家觉得我骑的这台车好像很飘，是不是车太轻？其实它的整备重量有195公斤，我的体重180斤，当前时速95公里左右，你说它往哪里飘？其实整备重量达到195公斤的电摩，大家不用担心车飘，应该担心的是电池和车架的布局会不会影响弯道和转弯的操控，或者低速的操控会不会出现压手感，高速的操控会不会太直，这才是电摩操控方面应该担心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好像又跑题来。至于这个座筒的容积，其实放不下一个缺亏，放一个半亏没有问题。不过现在最新款的 RT3S 和 ERT3 已经加大了座筒的容量，所以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至于大家最关心的续航里程，我们将电量充到100%，调到动力最好的运动模式，然后小计里程归零，最终跑到彻底没电，一共行驶了96.7公里，然后调到舒适模式，电量同样充到100%，小计里程归零，跑到彻底没电。在舒适模式下，一共跑了136.4公里，同样电量充到100%，调到最省电的经济模式，小计里程归零，跑到彻底没电，一共行驶了155.3公里，总里程数842公里。这3种模式测试路段分别为20公里拥堵街区行驶，20公里国道行驶，20公里乡村道路非铺装路面行驶，20公里夜晚灯光全部打开行驶，20公里积水路面或者下雨天行驶，同时再为一个手机充电。以上3种模式都是同样的测试方法，真实有效。虽然与它宣传的220公里续航有差距，但他说的是50公里等速巡航下的续航，而我们实际骑行肯定有快有慢，所以一定会有差距。至于骑行质感，我们先调到经济模式，然后全油门起步。经济模式就是起步比较缓慢，基本和2000左右的普通电动车没有区别，只是普通电动车最快可能45公里，但是这台车的动力是持续的，可以缓慢平稳的加速到110公里左右。同时这个模式也是最省电的模式，然后再从经济模式切换到动力稍好一点的舒适模式，依然全油门起步，舒适模式的动力明显好很多，类似于一个 150cc 高转速燃油摩托，动力输出相对平缓舒适。为什么说高转速，就是因为它起步动力稍弱，但是在时速40以后还是有一定的加速感，只是不会有很强的拉扯感，总体感觉就类似于一个低扭不太强的150高转机的动力。但是经济模式的操控最舒服，不会像运动模式那么突兀，所以你可以使用运动模式来获得更快的起步加速，速度起来之后再切换到舒适模式，这个加速感是一直有的。然后可以用经济模式来定速巡航，这样的话既有速度也更省电。
再从舒适模式切换到动力最好的运动模式，依然缺油门起步，这个加速的感觉就类似于250到300cc 的燃油摩托。我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，就是比如你在骑一台250cc 燃油摩托，骑到时速80的时候，你突然减速到30，这个时候你从5档退到2档，然后再大油门加速，这个时候低档位瞬间冲击的动力，就是这台电摩加速时的感觉。区别是这辆电摩在时速30以后一直到时速100，你随时在运动模式下捏刹车再加速，这个冲击力是一直有的。这种随拧随有的动力和内燃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3个模式的调教不是循序渐进的发挥扭矩，它是扭矩小的模式太小，扭矩大的模式太大。比如正常的模式选择是经济模式爆发30%，舒适模式爆发60%，运动模式爆发100%这样。而这辆电摩不是30、60、100这样的设定，它是10、30、100这种跨度非常大的设定，所以你以为它是一个小绵羊，其实它是一个大个底扫壶。另外温馨提示，电机动力爆发是瞬间的，所以你在高功率模式下骑行，尤其弯道的时候，一定要稳住油门，你懂得。另外这个刹车的手感也和燃油摩托有区别。我们现在模拟起步加速到60，然后瞬间松油门，同时捏前后刹车，你会感觉到好像刹车和动能回收在同步进行，这个时候刹车手感有点硬。同样的模拟加速到60，松开油门，稍微等一下，然后再同时捏住前后刹车，这个时候刹车手感就和普通燃油摩托没有区别。我认为是摩托车可以通过捏离合切断动力的方式，从而实现快速停车。电机应该也有电机制动，但是需要适应。如果你能适应发动机制动，这个就没问题。操控方面，很多兄弟说 RT3 不能压弯，也有传言 ERT3 更不能压。我实际在时速30到70磨大成过弯，并没有感觉车身有不稳定的情况。其实低速定越也没有感觉车身不稳定。但是在时速30以下，或者说低速时转弯和弯道的操控，还是明显能感觉到脚底这一块巨大的电池会有压车把的感觉，导致低速时车把会比燃油摩托重。然后时速40以上一直到时速90，是整体操控最舒服的区间，基本和燃油摩托没有区别。但是速度100以上，无论变道超车还是压把转向，能明显感觉到我需要压着车把带动整个车架和电池变道，就是很直。关于这一点你需要慢慢适应，不过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骑过这个之后，我们再试一下燃油版的 RT3， 这个起步加速和电动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骑过电车再骑燃油版，突然感觉加速太慢，震动太大，而且它这个仪表有种骑川崎 H2 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仪表会卡顿，速度是一下从50变到60再停一下，然后从60突然变到70，你收油之后它还能保持这个速度。这个仪表很 H2， 可以在视觉上让你非常开心。就是如果你觉得 RT3 好骑，那么负责任的说 ERT3 比 RT3 好骑。关于燃油版 RT3 就说这么多吧，槽点太多。视频最后 ERT3 官方宣称0到50加速 2.6 秒，0到100加速 8.9 秒，极速120。我自己实测之后0到50加速 2.9 秒。这个是表写100 GPS 91.55。GPS 误差在10以内，这个数据和我的体重、当天的天气、风向、路段、胎压都有关系。如果有人体重120斤去测，数据会好很多。另外，我实测最高表写速度147 ，GPS 140，表写137 ，GPS 130。整体误差也在10以内，属于正常范畴。这个最好时速147，只有在电量90%以上才能跑出来。电量到70%，极速140；电量到20%，亮红灯，极速131；电量到1%，极速128。以上是表写速度。电量跑到0的时候，标准模式可以再跑3.5公里，舒适模式可以再跑2.6公里，运动模式可以再跑1.7公里左右。总的来说，电车带给你的感觉和燃油车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的点在于，同级别电车加速更快，噪音更小，震动感几乎没有，也确实比燃油版的 RT3 好骑。关于这一点，欢迎大家来呼和浩特森兰电摩找马总来实际体验一下。视频最后有几个点没有试，分别是电池衰减、电机寿命以及冬天的续航情况，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试出来的。其实我骑这么多天，认为最大的缺点除了太贵以外，就是续航里程不行，充电太慢，搞得我有里程焦虑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再次感谢呼市马总提供车辆，视频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